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点击屏幕右下角来订阅小狼，也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下载飞行 APP 订阅和守护我。每部视频呢都有留言抽奖品的活动哦，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好了，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华阳和小鸭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对于小狼来说啊，我会告诉你啊，小鸭用自己超强的。怎么说呢啊？超强的防守能力啊，其实应该这么说啊。但是我想说，华阳啊，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来到看一下，刚一上来这边呢，华阳就抓住了一个角落里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他这个压制啊，确实让人感觉到他的龙二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就是好像就是一直在退后那种感觉。他的突击性很强，但由于呢，这个如果说面对很多人吧，你比如说假设打这个大猪或者说八神的话，他呢可能就是靠前的稍微多一点。当然，如果龙二碰到龙二，或者是龙二碰到一些像千鹤一样的人物啊，那么他可能就是要防得非常好。咱们看一下一个能量闪身过来，一个反摇防空跳 C 的有 counter， 好的。直接重手蓝空，这个 AB 闪身呢是本身是能量闪身过去抓这个反手的必杀，但对方起跳呢正好是一个反轻手的朝天边啊，然后回身跳 CD 打 counter， 最后重手摸死。龙二看得出来，龙二打大门的时候呢，突击性啊也是点到为止。你可以看到他跑的位置非常好，站在某一个位置上他就特别。就不动的，跑的位置和出招的时机非常好。但是这个尽管这样啊，但是这个还是让小鸭抓住一个蓝之山的机会。你看，我一直在夸他，可是呢，夸着被抓住这么一个机会也是挺惨的，是吧？啊，回身一个跳地。其实大门抓这个龙二的话呢，很少能抓住出现这个地狱极乐落的机会，所以说一般来讲，大门打龙二的时候不怎么爆气，但是他选择能量闪身，就是比如说对方下重腿或者皮鞭能量闪身的机会很多，然后呢，同时呢也会选择这个蓝之山，打完之后呢特别优势啊，一个蓝之山本来血就非常多，然后呢加上一个免费的 bug 阵，那真是非常过瘾。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小鸭呢，这是大门面对对方的猴子，对方的猴子好的追过来头上 VB 闪身则逆向，但是没有任何的方式方法，跳 C 的第二点没有判定，然后呢这样的话猴子就没有出正儿八经的这个，也就是说没有出正儿八经的这个起飞啊，应该说这个取消的飞翔脚，但是最终呢还是抓住了对方跳跃打对方的头上符这么一个机会啊，飞翔脚过来，最后一丝儿。还剩一个大猪排后，我觉得华阳这个排法呢是非常恶心。他这个排法呢就是说，我的大猪你不是八猪门吗？我的大猪打你大门，我肯定占优势。华阳是这么想的，对吧？啊，而且我猴子呢打你的猪和大门还挺好，只要我龙二一赢，那么这个对吧？啊，那么后面呢就特别好办了。最后呢是一锤敲死。刚刚的这个解说这么第一局，感觉节奏有点乱啊。小狼刚才也是出去吃了个火锅，整得我现在满嘴都辣，所以说一说话流哈喇子，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一说话就流口水。其实我想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美女啊，然后我就一直在流，这谁能帮我把这个病治好啊？就是你懂了啊，就是明显就是有点这个尿低了，就是好了，看一下现在1-0啊，华阳刚才由于龙二的出色发挥，来看这一局面对八神。皮鞭对方没有气儿的时候，皮鞭基本上可以认为是随便练了啊！你看这，朝下边、朝中边和朝上边，啊，这八神被牵制得很惨。好的，第一时期，第三式前跳 C 过来往后拉，前跳被轻手一摸，最后一丝儿血啊，这丝儿血没谁了。前过来抖一抖，跳 B， 慢慢来，再次的一个皮鞭。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好像八神有点懵逼了啊，这个一丝儿血。你像龙二肯定不会怕你，而且龙二本身长完2个气，他就我死又能怎么样？何况呢，我血比你多太多了，不用往前上，连续了2个大重锤，前好的一个抓，第3次和第4次没打中啊，跳地一下下重腿一摸 ，AB 闪身想要抓，但是对方已经提前准备好，还剩下一丝儿血，一个 AB 闪身，这就是说对方有气儿，就对方有气儿的时候，你出皮鞭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华阳为什么会出这个皮鞭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吧，反正就是一丝儿血了啊。如果他起跳被我封回去，那更好，我可以起身压制。但他封不回去的话，那么我最起码浪费他1颗气儿，对吧？啊，浪费1颗气儿就行。当然可以看到这局猴子刚开局抓住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打了一个超必杀，飞翔脚连续飞翔脚轻攻接，腿瓣被打，最后一块血。好的，虚晃对方空中团身的闪身，大猪肯定是想要能量闪身一下，但对方这应该说这个小鸭有点想多了。1-0之后呢，可以看到华阳这一局还是气势非常旺啊。面对大门，
挠过来3颗技大门呢，号称不怕任何人啊，忍一下，直接蓝之山，感觉小鸭带蓝之山的这个很快啊，就是声带摔过来，逆向重腿头上符没有反应，下盘2点没接必杀，再蓝之山。感觉华阳每一次想要打这个跳跃攻击接飞翔脚的取消瞬间，都是被抓住机会。AB 闪身则正身位下轻手确认出天地反，有翻盘的机会，但是毕竟啊，对方也是满气儿的大猪，加上血呢也是比你多一点，所以说华阳大猪打大门的话，如果要论归起来啊，我觉得就是大门有点不好打，这个事实上是真的。但是不代表呢大门赢不了，因为大门有气儿的情况下啊，一个不小心抓住天地反，加上起身压制就可以。而大猪呢就是在空中有压制，连续的打跳跃攻击呢，可以迫使让大门啊就是享受这个时间给他带来的压力。时间过得快慢呢，我跟你说啊，不在于这个时候，时间过得快慢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个你在厕所里面还是在厕所外面啊？好了，大门抓住一个机会之后，连克2成跳地蓝之山。粘得非常的漂亮啊！好像细心的观众呢，发现现在已经是这个，已经是感觉到小鸭这个大门啊，已经就有点这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羽化飞仙的感觉。虽然说达不到最顶尖的大门，但我相信小鸭呢，他现在呢他虽然说不能说放弃了千鹤跟玛丽，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啊。他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八蛛门呢，他有一定的想法，就是说我好好练这个八蛛门啊，对吧？啊，你懂吧？这个就是最起码我要会打。来看看现在，好了，葵花3式过来，前跳 C 前轻攻击掏当手，再葵花第3式打得很疼 ，AB 闪身回身跳 C， 再抓这一局华阳的龙二不好使了，感觉有点不像前2局那么嚣张，一个波一下回身，漂亮，又是前跑抓，感觉好像这个龙二有点想法，你看啊，重手前手一个波，忍一下前萧峰一抓，直接重手葵花3式。这一局龙二应该说是被压制了啊，而且每次闪身的时候呢，都是被对方抓住机会，原地跳 C 想要接战轻手接必杀，可是判定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八神葵花2点，第3点跟上，前跳 C 原地起跳，好的再跟着猴子，基本上这就不敢动了。很多人说猴子为什么不空防？猴子跳得特别高，而且猴子一旦跳起来想要往前跳的话呢，他拉后往前跳的话，他必须要粘墙。所以说猴子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啊，他得是有距离防守。如果是无缝距离防守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废了啊。猴子的防御力基本上很低啊，就好比就像你东丈防守，没有强力升龙，没有一些好的起身判定，那确实是醉了啊。这一局明显这小鸭的八神是1v3的局面，一个波过来原地起跳地，再忍一下腿半，距离掌握的非常好。当然又打下中腿，但这次没好使，后跳 C 前跳地。大猪这一局也是想的非常多啊，他就是说我无论怎么样一定要在空中压制住你，如果没有空中，大猪基本上就跟没有用的废人一样啊，因为他想抓对方的指定头的机会呢就不是很高，因为对方八神气势太旺了啊，3个气。小鸭这一局开始打防守牌啊，毕竟呢这么占优势，原地跳轻腿 ，AB 闪身一个转，2个人相杀一下，前跳 C 一下往后拉，回身一个扑，这个扑得很准，再前跳 CD 轻手一摸，其实那个后跳 C 如果再前跳 C 的话，刚才没准啊就成了，连续的3个扑地，哇，第4，哥哥你可吓死我了啊！第4次要再中了，我觉得也是没谁了。来看看现在比分是1-2，这一局小鸭呢是。小鸭是连赢2局，但是第2局呢，我觉得主要是，当然还是那句话，主要是靠八神啊，这个是没说的啊。来吧，看看现在这种情况下，龙猴猪还是龙二首发。我觉得华阳的龙二他为什么一直不放弃龙二？因为他玩龙二，我觉得还挺有灵性的，可是呢，发挥还是不太稳。也就特别印证了这句话啊！就现在很多用龙二的人都想放弃龙二改扣八神，可是呢，这个龙二这个人呢，他的魅力啊，包括你说5强，可是他的魅力在哪儿呢？就是对拼八神，或者说打一些什么，对吧？打一些什么大猪啊什么的，有一定的啊这个人物这个法则在里面。但是面对千鹤确实有点被克，所以说如果要是对方不选千鹤的话，选龙二我觉得是可以的。来，咱们看下重手，皮鞭一抽，远距离往后拉。哎呀，好了，判定点压住。这种情况下呢，我不是打防守牌，我打时间牌，打你的就伤害你，但是不是给你致命一击。时间一到，你一着急，这样的话，对吧？你就可能会卖个破绽给我。但是这一次时间一激的结果，小鸭还抓住了机会。好了，不玩了，一个波，皮鞭一抽，抽成了2颗气也可以。这样的话，猴子就是3颗气。
不得不承认啊，我刚夸这个华阳小鸭就是给他迎头一击，这玩意儿咋说呢？是不是啊？这个也只能说是太嚣张了啊！来看看这一局猴子。猴子呢，正常来讲啊，3颗气的猴子不能说不怕任何人，只要你不被抓。哎，刚想说只要你不被抓啊，被抓那么就非常悲惨了，而且扔进角落。能量可以能量闪身，猴子要跑呢有很多种方法，但能量闪身呢无疑啊是猴子这个逃跑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又是被无限压回身一刚，挠过来逆向反身位跳跃下重手没有确认。刚才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出前倾腿啊，那不是什么都妥了是吧啊？但是最后呢并没有出，他的确认的是下重手起飞。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来看看现在1比2之后，这一局2个人也不一定，猴子在气儿上多一点点。暴击之后偷下盘，下重手没有确认出必杀的机会，右下斜扎马上一个超必杀，应该还剩下一丝儿血。大猪的肉实在是太厚，所以说一个必杀应该秒不了啊！飞翔脚落地抓 C 头，大门出来救不了。可以看到下重手，然后延迟性起飞，他先往左飞一下。大猪呢想要能量闪身或者想直接闪身，他没有判定，结果他空中团身，马上一个右下斜扎接必杀，这招很赖啊！这招确实想法很好。好的，喜比的鸭子来了，必杀！喜比的鸭子无敌了啊！好了，17连起飞，这一局大门没什么好的机会，能量闪身也不敢，因为他刚 CD 的话也不靠谱啊，在自己角落里面刚人家，那猴子完全没有什么不痛不痒，主要是啊，连续的无忌，有气，好了，踢一脚，战必在根，这一局不好说啊，这一局。好了，看看怎么样啊？这个喜比的鸭子漂亮，好的，再无忌。猴子毕竟啊，咱实话说，猴子很多人说猴子是不是应该剔除到5强了？我觉得猴子呢，他要是说5强的话呢，我觉得他没有资格，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入手太难了，而且很多人不愿意玩的，他没有什么硬性的，就是很多人你看小的时候说玩猴子赖。他会基本套路之后呢，确实挺恶心。可是呢，你基本套路现在已经被研究透了，完全没有用了。然后你要是高深的那种套路啊，那种运动轨迹啊，或者说反应速度，寻常人还没有，他不愿意练。哎，就很多人说安全手法，这种什么安全手法、安全指令啊，在猴子身上几乎就没有。猴子完全靠手速和这个反应速度，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玩，所以说他放弃猴子。其实猴子还真不错的啊。来看看2比2平，刚才华阳的猴子确实很给力。这一局呢，小鸭的8神依然是保持着进攻的态势啊，他一直就是选择就是说什么有打则打，无打则抓，而且每次成功率很强。这个打的华阳不敢出下重手，你看啊，这个下重手不敢出，就是想闪身，打的不敢还手，想跑啊，打了一顿无忌。这个下重手有的时候是可以骗对方刚 CD 的啊。好的，垂直腰下斜扎后跳 C 前跳地下轻手轻攻接，漂亮！下轻手站轻腿前轻手接葵花3式，这一下打得非常漂亮。挠过来回身跳地反追，忍一下轻攻击葵花一下再往前跟，猴子完全不考虑8神的感受，回身再刚远距离前漂亮！这一次抓过来直接重手8智女，黑成一丝血。好了，葵花第1式在第2式的话肯定会磨死的，最后一3回身一刚。这种情况下不要吝啬一颗气啊，一颗气倒无所谓的。好了，看看这种情况下，应该说这个2比2之后呢，好像这个小鸭呢，它主要的重心是放到了这个8神身上。好的，葵花2点，无限葵1点，掏裆手，轻攻击再找机会，回身一转，远距离葵花1点，空中跳地一抢，前跳 CD 卡空。好了，非常漂亮，非常恶心啊！重手前一手一个波，再发一个波，这局要1v3嘛？葵花1点，第2点，第3点直接跟上2比3。这局小鸭打的真的是非常干净利落，而且打的判定点都非常强。对方呢，就是你想闪，你想干什么都干不了，而且不管是架招，甚至连刚 CD 的机会你都没有啊！这样的话2比3之后呢，小鸭确实也是醉了。咱们看现在龙猴猪之后呢，咱们正常来讲啊，这个大猪这个人啊，确实是放到第3位呢，可能给人一种这个翻盘的欲望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啊自己创造优势，大猪排到第3，确实很恶心。所以说有很多人也是选择巴赫猪的排法，跳地落地一抓，好的重手。其实刚才也可以选择重手接8智女，但尽管也是打不死。回身一刚，看看8神再回至这几局，感觉好像华阳的龙2都是有点站不住了。
有点站不住了啊！你可以看到对方已经研究出来对方的这个研究出龙二的这个起手套路。我就是压死你，你比如说你跳动手是很厉害，刚才确实是起跳了，可是你起跳的晚了，你还没出那个判定点，我脚都已经踢过去了，这点确实很恶心啊！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勾腿。好了，葵花3式以下，但是我这个勾腿不是百合哲那个勾腿啊。好的，这是什么招？这个秦月音给人一种懵的感觉，重手八智女没有死。感觉小丫的八神疯了一样啊！擒跳 C 前下轻手，这是松把了吗？感觉好像华阳有点松把的样子啊！来看看现在大猪和八神远距离看看怎么个情况，一顿物量，前一个人 AB 闪身，下 B 再拨，远距离后跳 CD 回身一爆，空中再抢。感觉两个人确实打得有点着急啊！葵花一点，在腿瓣一下，前跳 CD 卡空，后一个抓，重手八智女，哎，他选择接葵花3式，但也行啊，反正也一样打不死下轻手再跟，跳了，这完全把对方给看透了啊！起身转球防空，可是八神就是出了一个波，这一局明显，所以说大猪这个人完全就感觉没有翻盘能力，翻盘能力偏低，2比4，小丫这一局也是给对方打的有点什么呢？有点这个就主要靠这个八神，我觉得华阳就是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啊，确实是很讨厌。来看看龙二下盘皮鞭一下，远距离跳地掏挡手，好了，直接葵花3式落地一掏，原地起跳再跟，哎呀，这个皮鞭只抽中一连，然后直接打晕，非常嚣张的原地跳 C 轻手前手葵花3式，你可以看到判定点啊，葵花3式之后呢，跳过来一掏，然后原地起跳 C。你这个反摇轻手也是醉了啊！只抽中一点，没办法，这个人物就在这儿了。好了，这个升龙明显小丫也是计算失误，有的时候也是靠蒙的啊。对方的并没有前跳，而原地起跳之类的啊，那就没办法。连续的发波，上来损失了半管血，八神到目前为止，好的回身一掏，再发一个波过来骗对方 CD 腿把，忍一下回身一杠可以前跳压制。跳 C 过来下轻手，今天下盘，这个下轻手的节点掌握好了，确实很恶心。原地跳 C 啊、但是离得有点近，或者说呢，对方起跳的有点早，他是后落地的啊，他不合适。后跳 B 一下前，哎呀，宇宙无敌超级大裸杀，但这个裸杀并没有裸多少血。对方八神应该是一个指令头的血啊，应该差不多一个清水加指令头的血，差不多。好了，还怎么还？下重手接指令头，加的那点血啊，小丫也是，没有去还必杀，这种情况还必杀确实很恶心啊，那你不应该这么做。好了，跳 C 回身转球后前手，但是这个判定点呢，还是打得太远，对方是近距离闪身，下轻手转球，感觉这一局小丫要惨，连续的转轻腿挥空接指令头抓，这个是正好是骗你闪身的啊。好了，起身扑地前跳 C。最后这么一块血，感觉小丫一开局到现在都是好的。这俩人这个裸杀也是玩醉了啊！我觉得就是今天不是你裸就是我裸啊，裸，起死回生。来看看现在猴子上来下这种前倾腿挠一下啊，意思要被整死啊，这个小丫也是非常敞亮啊。其实正常应该西比的亚子。来看看现在这个大门，头上顶着日本国旗，或者说一个那个卫生巾啊。好的，但是这一局特别难，就是因为它没有气儿啊。大门没气儿，那确实是这个真是没醉了，就跟武大郎没有催命一样啊。你本身你还能整点钱养活潘金莲，你现在没有了都。大门五郎，你看啊，大门五郎，这不就是武大郎3个字都有吗？啊，还有一个西门的门字啊。好了，连续的后跳，但是你这么打肯定不，猴子不带理你的啊！下盘2点，哎呀，你猴子，你至于吗？你好，正身位打 counter 漂亮，爆气啊！华阳，我觉得华阳你这个下轻手2点直接接必杀就妥了，你还接个站轻手，然后挥空，你本身你爆气接不上，小伙儿啊！华阳这个有的时候他特别贪，刚才那种情况下，既然2个轻手你反应了一下，我觉得不如就是后跳，然后起飞，然后再晃，因为刚才就剩20多秒了，不至于对吧？啊，不至于，因为你给他血多太多。好了，直接大葵花钻过去，2比5，小丫连胜3局，皮鞭一抽，前跳落地一个掏轻攻击，哎，
刚才如果玩带萧峰就好了，他想轻腿接站重手，明显有点扯。远距离跳地一高，落地一个抓，好的，怼过来重手接小葵花3式，小葵花1点前跳 C， 好的，再抓过来，直接葵花3式一扣，这个完全不给对方机会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小鸭来说啊，我觉得这个他8神玩的好，就是确实是要饭要到老啊，让对方完全没有机会的节奏。一个波抓过来，空中一抢，落地直接指定头抓。好了 ，AB 闪身站臂。这大猪就是一顿五呼啊！可是这种情况下，确实给8神，我了个操！你们这是办的裸杀大赛吗？我想问一下，你这纯裸杀大赛啊！你这么裸你家里人知道吗？2比5，这一局那看怎么还，还是下重手接抓。应该大致上应该是如此吧啊！好了，站轻腿接抓，以我对小鸭理解，应该是不会再还了啊！好了，然后华阳开始转球，攒气儿，哎，攒出1颗就好了，铺地再转，好了，1颗气儿，只要有1颗气儿就不怕对方啊！跳过来，一顿转，好了，你这五呼，你你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摔过来，回身再转，跳过来再抓。高低给扯懵逼了啊！轻手再转球，你可以看到落地，他本身我觉得小鸭玩这个大猪啊，不能说笨，他是防守有点强，他进攻很巧啊，但是防守，看起来防守有点嘚儿，就觉得啊，好了，轻手没有确认出抓，前跳地轻攻击，远距离误了呀！明显这个站 CD 呢已经提前被对方抓住一个蓝之山的机会，落地抠下来看看怎么打，前跳地，哎。前跳地没有指令口，刚才如果抓住天地反的话，那就对方死了，那绝对是有翻盘机会。前一个天地反升龙，好了，他想往后走一步站轻手鞭尸啊，他想这么做啊。来看看现在3颗气的猴子，面对血不是很多，但是只有1颗，而且还只有1颗气的大门啊。前跳地回身一刚，无击击轻手再挠一下，前跳落地漂亮。重腿头上扶天地反摇底再来正身位落地蓝之山，华阳对方连胜3局，这么好的优势，又有1颗气棒身 AB 闪身则逆向，哎啊，华阳啊，输在这招上的已经不是1次了啊，这已经是第2次了啊。这一局华阳也是洗鼻的鸭子洗的特别慌，有点被揪住的节奏啊，这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地有各种地震呢。2比6，连胜4局，小鸭也是士气大振啊，也是让人就有点接受不了。看看这种情况，华阳落地跳跃过来，重手一抓，前手一个波，远距离在空中一抢，前跳 C， 哎呀，他想要打晕，但是这个前手没打中，还给对方一个打晕点的机会。再来1点重攻击，踢杀。好的，跳轻轨，再来1点重击，漂亮，直接下手怼晕，然后不对，刚才小鸭摇出来了，绝对是摇出来了。咱们看一下慢动显示啊，下一手踢杀，下重手空中一抢，下重手直接打晕，他绝对是摇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华阳要多攒点气儿，这个大家伙都能理解啊，多撸一点。但是他被打的时候是蹲死啊，是被蹲着打着一个跳地的。摔一下前跳地再抓，好的，华阳这一局你看小鸭的进攻很强，华阳就有点招架不住，落地再抓，基本上属于伪 perfect 啊，就是加上过关长的那点血就是满血。这个同一起跑线，2个人都是大猪，但是我总是觉得还是1P稍微的占一点点优势啊。看看爆气一下，回身一扑，气儿稍微比这小鸭多一点点，所以说他爆气嘛啊。往后拉，回身一闪，逆向落地。这个能量闪身，如果对方起跳的话，我就下轻腿接抓啊，能多一个下轻腿，回身跳 CD， 回身转球，再顶过来被刚，然后切过来。小鸭，你看小鸭确实大猪对拼上小鸭上好像占不了多大优势啊。你看确实是跳过来之后前跳 CD 转球，后跳地被刚。好的，看看再前跳 C 往后拉，回身扑地。前往前抢，好了，小鸭这种躲法，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聪明啊。轻手之后，然后呢后跳 C， 轻手后跳 C， 这种情况下后闪身，你往前跳呢，我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这一局看看华阳又是占据了进攻的优势，因为他本身呢也是这个比对方多一个人物啊。面对3颗气的大门，前跳过来转球0点，下盘转球，哎呦这个移动，前接朝天脚，连续2个朝天脚，1个头上俯顶对方出招。这3点正攻击把华阳怼的有点怀疑人生了啊，有点像那个就大王似的啊。这个打斗地主就是那个王炸在最后出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就上来人1对3，啪王炸啊！这个小鸭就是一顿怼的华阳感觉有点怀疑人生了啊！这各种朝天脚头上浮，这防也不是，进攻也不是了啊！好了哈，这一局猴子毕竟呢还是线儿上占据优势，血量上也不错。喜比利亚兹被踢完了，这一下被牵制住，忍一下回身背刚，前一臂闪身下线手挥空，漂亮！这回不装逼了，这回不下清腿了啊，直接选择接必杀。挠起来，起飞一下，回身一刚朝天脚，前跳前跳 A 直接接天地反，反摇臂，前下轻手再怼，下轻手，然后忍了一下，突然天地反，华阳被堵进角落里，瞬间被干懵逼了啊！2比7，华阳也是被对方5连胜，小鸭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煞气啊，非常有煞气，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感受。这一下我也只能说啊，该控制的时候你得控制啊，不控制你可咋整呢？是不是？好，来看看现在龙二前跳臂回身葵花3式一下再找，好了，第1式、第2式、第3式一扣，再忍一下，前原地起跳勾手，远距离再抖一下，各种小皮鞭抽的对方怀疑人生啊！连续的发波，后跳一拉皮鞭一抽。好了，就这小皮鞭抽的确实醉了啊！腿绊一下，左右再前。龙二的下重手不得不说啊，就只要对方不是闪身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怕吧啊。这个下重手太厉害了，而且还不怕对方能量闪，它不像什么皮鞭呀、下重腿啊、站重腿之类的招式，就收招快。A B 闪身下盘好的，直接踢杀。下轻手接踢杀啊，前下盘腿把皮鞭抽的时候被跳 CD 卡中，连续的前跳，好的，直接一个前指针头。华阳连输5局之后，这一局龙二明显是爆了啊！下重手，这个闪身应该说他没有出收招啊，能量闪身收招的时候，华阳是出现收招的失误。还好啊，这个毕竟呢是躲过去，但是最后呢，咱们看一下2个人血量呢，其实我觉得龙二已经发挥的很不错了啊。下重手前腿绊，可是那个攻击距离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如果要是再近一点的话，那肯定是后前手打不过对方下重腿啊，不用想。AB 闪身，然后直接扑，仗着自己有爆气的机会，前跳 C 往后再拉，好了，再扑1丝血，前跳 CD 打延迟性后拉判定。这个就是跳 CD 的它还不是最低点，次低点啊，要准低点啊。这一点的时候往上一撩，有一个撩的这么一个属性，你只要动就死。然后看这局华阳绝对占据这个就是最大优势啊，除了说对方大门比较棘手之外，就是3颗气比较棘手之外，剩下的没什么。好了，只要2个人相杀大门，大优势不怎么吃亏。尤其是跳 CD 来打啊，如果要是跳重手的话，没准大门不漂亮。战臂这个不是裸杀啊，战臂接必杀，这是明显是接上，对方正好是一个战臂打到逆向判定。咱们看一下那种显示 CD 转球，然后战臂这是勾逆向判定接指定头的招式，结果因为他闪到这边来了，所以说就变成正反手啊，就是反摇前手变成正摇后手，这样的话直接出必杀，结束了对方的5连胜，3比7。这个醉了啊，这个来看看龙二抖一下前下盘，好的各种神抽啊！下重手皮鞭跳 C 挥空，落地一下前重手一根再来，打懵逼的节奏啊！好的，跳地背刚远距离，这再抽我去，踢杀一下，远距离空中一抢，啊，连续的挥空，这下重手也是没谁了啊！空防一下，战臂抓过来，鬼步过来，重手接小葵花3式，然后再前冲落地，这回不就 C 头，落地一下下盘2点，直接皮鞭。现在华阳呢被连胜5局之后呢，我觉得痛定思痛啊，龙二呢又是找回了前2局的那种优势啊，只要是这么打，确实是，哎呀，让人也是确实有点防不胜防的节奏。来看看下盘起手，前跳 CD 卡空，下盘踢杀，前
AB 闪，哎呀，这如果要是反手，但是他闪身明显是想出正摇手啊，明显被战臂踢了个 counter。下盘之后呢，在前下重手撩空，就各种攻击距离。但是你会发现华阳好像很少用这个架招这个招式，其实用楼2好像很少有人用正摇臂和正摇 D 来用来架招。但不得不说，架招有的时候出踢杀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不小心摇错了。哎，你别说打完之后能打出 counter， 架招嘛，正好怼出 counter， 怼完了之后能接这个反摇手，其实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啊。好了，跳 CD 一下前腿腕挥空转球被扑，3比7之后呢，这一局2个人都差不多。好了，跳跃攻击落地呢是回身抓，判定点上好像对防守呢，华阳呢现在也稍微的有点差啊，前轻攻击，前再抓，轻手转球，但是闪身到身后，现在是华阳把对方关进了自己的角落，前跳地落地再连续，哎呀！我能理解他第1次起跳，我也能理解他第2次起跳，但是我不理解他第3次起跳啊。他每次跳起来不出招的目的呢，可能是有点骗 CD 的感觉，但是效果，但是对方出指令头，结果被抓了。下着手前倾腿站 A 摸一下，好的，华阳也是非常的，就紧紧的打了这么一点血啊，因为是打这么一点血，因为刚才对方血也不多。就是华阳也是非常有武德啊，挠一下之后前跳 C 被下重手一撩，远距离结果被抓，扣下来之后看看前冲跳 CD 转球下盘起手，直接再跟，好的，非常漂亮，这一点打得很准啊。开低压姿，好了，看看又是猴子对大门。这一局又是宿命的对决，看看这一局猴子怎么运动自己的飞行路线。但是大门的防御啊，我觉得确实铁桶防御，一旦防好了，确实很赖的啊。他让你就是你攻不进去，一旦你进攻的时候被我踢中一脚，你会觉得特别疼。哎，漂亮！挠完之后呢，虽然说这并不是连招，但是通过下盘2点起手接上超必杀，这一下子小鸭就懵逼了啊！飞翔脚，不敢能量闪，不敢刚 CD， 回马枪再来，左下斜角背刚。前下轻手，这种情况下赶紧起飞，直接起飞正扎，然后呢4比7，也是连胜2局。这2局我觉得最根本就是因为华阳的龙2赢了，对吧？他赢了之后呢，后面的人怎么都好打。可是如果华阳的这个龙2如果输了的话啊，确实是不怎么好整了。看看他的排人，刚才已经把排成龙珠猴，现在应该还是这个龙珠猴吧？因为最开始虽然说龙猴猪，但是我觉得华阳好像有点想法。好了，看看现在应该是好了，面对8神，还是真的是排成还是龙珠猴的节奏啊！跳臂重手下重手撩空，前冲，好了，这种情况下，这个踢杀没有收招啊，往后拉，然后前下盘。你看这个下重手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有点像螳螂拳的节奏啊，螳螂拳叫螳臂挡车啊。力量非常大，而且辐射非常强。先练挨打，再练打人。踢杀一下下盘，最后一块血 CD 取消。哎，这明显是要出踢杀的吧？然后出现了一个架招，跳臂回身往后拉，下臂站 A 接招一丝血，跳臂踢死，没死，再来，再劈边。好的，这种劈边是随便发，因为你防你都防不住了，没血了嘛啊，对吧？你也不你要防的话，你也没有能量闪，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情况。来看看面对大猪。前下盘一撩，空中一抢，跳 C 一下，皮鞭再抽，漂亮，回身爆气往后拉，站地一下回身，下盘起手腿把，但是这次切防没切好啊，直接回身被扣了，远距离连续的转球，前下盘，好的站地，空中抢再来腿，哎呀这个腿把，这一下被大猪怼懵了，你看一下啊。那大猪就是被踢了几脚，但是他这个跳重腿踢完前跳 C 打对方下重腿，然后直接一个怼重手啊！这个大锤确实是，华阳也是，想想也是，你想想我怎么那么寸呢？我想干什么对方都知道，封住了啊！后前手一臂闪身，等你起跳扑你，前跳过来，回身一闪过来，再等，后前手，哦呦，这个 counter 打得好疼啊！爆气的大猪果然是不同凡响，反扑。忍一下，好了，前后转身，让长出一颗杏可以啊，但长两，让他磨血肯定不让。好了，回身转球，好再刚，他多转球有好处。好了，前跳后跳 C， 正好打对方刚 CD， 这个影跳打得很准。
这一下的华阳又是占据了优势，难道他也要连胜5局吗？看看这种情况下，大猪好了，前跳 CD 连续的前跳闪过来，直接撩空腿接抓，小鸭也是被揪住了 ，AB 闪身再跟，往后拉前头上扶，直接一震，但是刚刚好这点血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大门这一次给自己积累了很多的气儿啊，并没有浪费气儿，2颗气面对对方3颗气的猴子。虽然说还是有点不合适啊，但是毕竟还是有机会。回身一刚，猴子跳起来一挠，有counter抓过来一扣，前跳地，猴子已经浪费不是浪费啊，已经把所有的气儿全都用来刚 CD 飞翔脚下盘，哎，打晕了，漂亮，非常好，下重手前倾腿，这个血量其实不少，但咱没想到啊，一个刚 CD 然后飞翔脚这么一下，然后直接起飞跳 C 打 counter 飞翔脚下盘3点，这种情况下能把对方打晕。我觉得正好啊，如果要是有气儿的话，肯定不能接那个战金手，而直接就是接必杀了。这反正也是赢，但是确实华阳也不能说我不能说运气好啊。我觉得他这也是玩猴子玩多年，知道这个晕点怎么回事儿，也确实是达到一定情况下，刚才这种情况，我觉得小鸭输的也是心服口服，因为你防不了对方的跳重手，那你就扯什么呀？头上符打得好能行，打不好被人打中就是一套死啊。5比7，连胜3局华阳。空中一抢，这一局虽然说龙二还占优势，对方还剩1块血，没有闪身，前小葵花一个波落地下盘 ，AB 闪身，哎呀，最后被刚了。这个有人说刚 CD 呢，虽然说在拳皇当中啊，刚 CD 呢一个打血不是很多，但是它不多它也疼啊，它也是一点血啊，对吧？你游戏没有血的时候被刚，确实死的也很憋屈。好了，回身一个站地，直接前指定头抓，跳地落地直接必杀。华阳这一局龙二如果要是再按照这个发挥的话，那确实是没谁了啊！抽回来后跳前跳卡扣，这次后跳 B 出的稍微有点晚啊，皮鞭一抽，轻攻击腿把，再忍 AB 闪身，直接一个正摇 A， 前跳地回身直接骗对方出招，然后回身一个抓，忍一下闪身过来，直接正摇，远距离跳地支撑漂亮，完全不给对方机会啊！这种情况下也确实是有不疼。看看大门，前跳 CD 下重手撩空皮鞭一抽，直接再小皮鞭，左右看看怎么个情况啊！哎呀，就是撸啊！你看那个，好了来了，哎，虽然说刚才打完之后呢也没有晕，但是毕竟啊，他刚才还是有点连招的时候有点想多了。好了，2字形跑抓前冲跳 CD， 还想抓，好的，直接虚晃对方出跟反下盘起手，直接跟上一个皮鞭。爆气之后的伤害确实也不错啊！你看他前被怼一下，结果大门好像是想要下轻手确认出蓝金山，结果没有跟出来，连胜4局6比7。小鸭确实也是被火住了啊，被火住了。看看面对8神，龙二骑手怎么办？开局一个皮鞭下盘撩空，空中一抢，皮鞭抽回来，前跳臂下盘再跟。好了，这各种不控制啊，这是再来皮鞭前跳臂忍一下下盘，再跟皮鞭，就是一顿小皮鞭啊！刚过来下盘起手，腿腕下盘再跟皮鞭，好的，一气呵成啊！你发现这8神有时候确实也没招，原地起跳，你看就虚晃，感觉只要龙二一赢啊，只要华阳龙二一赢，那后面天确实是亮的啊！明显就是太阳照我心的结构。前腿把跳臂下盘轻攻击落地直接反手必杀，这打的确实是好疼啊！撩过来皮鞭一抽后跳臂下轻手站 A 前好的再抓，完全不控制的节奏啊！说的啥玩意儿？这个 C 头我都醉了，这个 C 头你们看着你们不觉得我操这能不能行了啊？好了，腿把一下，哎呦这个乱动，打中一个小6连，不过晕点还有 AB 闪身，起跳过来 CD 阵，这是专有的 bug 阵啊！前跳 CD 顶过来，前钻裆下重手接皮鞭，然后连续的皮鞭。咱们看刚才那个反摇轻手的皮鞭非常有意思啊，他虚晃对方闪身，他这招很阴，你知道吧？哎，能量，结果变成后闪身也醉了啊！这次明显朝天边出的不够果断，还是犹豫了一下，他是忍了一下，反摇 A 的时候蓄力了一下啊，
当然，刚才他几个反摇 A 也确实是晃的对方能量闪身失去了准确度，导致呢刚才那个正确的反摇 B 皮鞭啊被后闪身，浪费了一颗非常好的一颗气吧，浪费了。朝连脚连续的踢，大门起来，但大猪不能上了，这种情况下连续的前跳，这个位置肯定是一顿物理啊！爆气过来，朝天一根。好了，哎，漂亮！轻手一波前线抓，这个轻手明显给大门摸的微微有点不会了啊，摸懵逼了都。然后呢，看现在呢是7比7，两个人果然都是啊，连续的就是你赢5局，我也赢5局。这个阶段啊，确实让小鸭也是醉了，连续就是龙2赢不了，这个小鸭就是特别烦恼啊，特别烦恼。看看面对对方龙2，开局跳地抓过来。好了，鬼不过来，重手接葵花3式，下盘，葵花1点，好2点掏裆手，走过来下盘。这局8神呢，他节奏打得很温柔啊，不是就是只伤不杀不疼。好了，第一式第3式没打中，跳地占地1丝血。8神也不想着能量闪身，你随便手，漂亮！他这个前进冲正好是躲过了对方出皮鞭的招，这个。应该说真的是很厉害啊！他的这个反应速度应该是绝了。这样的话，龙2一死，按照我们的理解，好像华阳就有点懵逼了啊！跳 CD 一下前连续的站 A 一个转球打过来，升龙2点。康他打完之后血量也是还是很可观的啊！这招我觉得打猴子和这个是最疼。忍一下前一挠，好的快波，对方不敢起到再落地炮。大猪蹦来蹦去，8神也是玩的相当猥琐啊！连续的发波，撩地过来，远距离前跳，再发波，正好对方爆气。大猪，哎呀，这已经被波懵了啊！8神明显是，哎呦我去，后前重手，我感觉这招也是谋划了很久吧啊，就是估计是没什么招了。突然一个后前重手，不知道以为后前轻手呢，这是突然就落地被摸。看看2个大猪。怎么情况啊？连续的前跳，懵逼了啊！好了，还是毕竟啊，血量多还是占优势，打法它就不一样了。来看看现在猴子，哎，这是白哥哥，你搞我！这个站轻手接重腿必杀，明显是没接上轻手啊！轻手一摸回身，猴子一刚。前跳 C 一挠，轻攻击2点，腿绊一下，远距离一忍，回身一刚，再挠4点必杀。哥，你是在儿吧？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啊，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啊，哎，哥，这要打死了吧？好了，果然是打死啊，果然是要打死。哎呀，这个喜比利亚子啊，还是醉了。但是刚才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一个裸杀确实猴子心都凉了啊，确实心很凉。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要裸呢？为什么要禁？有的必杀就不应该。你像8神、红丸啊、千鹤，是吧？啊，顶多你就算上一个龙2、玛丽这些人不让用，我觉得还能稍微强点。但你像大猪，其实这个必杀我觉得有时候挺好的。他真的是不想裸，他明显是跳地接指令头抓嘛。可是他系统判定出了反，结果抓变成了必杀。我不是故意裸他，但是呢，这个必杀你别说，有的时候还真挺好使，骗闪身呐、骗起跳啊，骗逆向啊。但是你还得还，而且这还还的特别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必杀真是醉了啊！战币7比8之后，战币抓过来，感觉小鸭这一局有晕，再来一下，好的，波打晕了啊！前跳 C 重手直接大葵花3式。为什么要接大葵花不接前倾手？因为他要接大葵花3式的话呢，正好啊，这个第3式跟上能多长点气儿。好了，看看现在直接把龙2给秒了。那么花阳不好打，一个升龙前跳 CD 卡过来，原地起跳，这重手前一手葵花3式，判定点掌握的非常好。前跳 A 打逆向，腿把回身后前忍一下后跳地，小葵花3式。看看小鸭前落地没抓轻攻击下轻手，直接葵花3式顶过来，原地起跳一个抓葵花3式。这种情况下不用想，这感觉小鸭一旦8神上来号了啊，这确实谁也挡不住了啊！
而且他这个战轻手接下轻手这招也是挺恶心，因为战轻手再接战轻手的话，刚才那个位置肯定是不好使，而再接远战 A 的话，你要写接葵花应该是接不上。好了，抓过来重手八智女，这个不用想接别的招，肯定是要接这招了。扣过来之后前轻攻击，忍一下，葵花1点。哎呦，骗 CD， 轻手骗对方 CD 反接，轻手16C 直接抓过来。咱们可以看到，在慢镜头显示，前站轻手，想刚 CD 门都没有啊！确实有时候骗 CD 非常猥琐，7比9啊，不能说非常猥琐，应该说非常气人。有的时候气人和猥琐也是两码事儿啊，但是多数觉得这个就是你一些，按理说刚 CD 呢，就是为了防止你被压制的时候，防止啊，就是你被一旦被压死，所以说你可以有能量闪失和骗 CD。可是最可耻的就是 CD 也能骗，也能就是你刚 CD 浪费一颗气儿还能被人打，你说多气人吗？又晕了。7比9之后，难道这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吗？小样的连胜3局，这一局按照龙2必死定论啊，我觉得龙2死就是全家死的定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谁了。咱们看啊，华阳能不能扛住对方这一波啊？前轻手往前拉，空中跳地一抢 ，CD 免一个波。来，八神跟刚才的战术是一模一样的啊 ！AB 闪身这个下轻手，其实我个人感觉一点防空落地的这个判定都没有啊，就是纯属蒙圈的节奏。空中一抢一个波，打法还是依然的这个选择，就是远距离骚扰，近距离这个用空中反压制。好的，回身一波，大猪前期被打得有点懵，连续的发波，空中跳 CD 再波过来，哎呦，这是要被掏了，重手接花3式要结束了。1v3的局面，华阳只剩下一个喜比利亚兹啊！这一局的话，确实很惨啊。看看猴子，毕竟还有3颗星，而抓过来重手八智女，猴子越玩越激情啊！确实也是让对方醉了。葵花1点，轻攻击，2点，轻攻击前下盘挠过来，飞翔脚下盘，有点贪，直接接必杀也好了，左下斜扎挠过来。轻攻击，这几局这一段时间感觉八神好像有点懵逼，下盘3点，这个葵花顶完了之后呢，明显前冲的时候，我忽略了对方可能会瘦身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前跳葵花倒地瘦身，然后直接下 B 下 A 站 A 接必杀。八神呢想要打对方的起跳，然后出头当手，结果没想到对方起身就直接下盘，挠过来下盘再跟。直接回身背刚，大猪闪过来站 B 2点3点，前下盘轻手必杀，好的，还真有翻盘的机会。但尽管这样，你可以看到啊，起跳一下，空中一挠，前跳下盘起手，腿半回身一转，好的，回身一刚，猴子已经倾尽自己所有的体力和能量啊，大猪就是闪，跑得非常，这要送死了。后前手一旦被猴子贴身挠中啊，他是打不到猴子的啊。猴子只要偷下盘，甚至你看猴子非常嚣张，下重手都可以啊，重手都可以啊，离得近你后前手打不到他，所以重手前轻腿，然后直接轻手接必杀，这样的话不到半管血没有气，开局送一个很好的机会，下 B 站 A， 没有接必杀，勉强要打晕，漂亮，下重手前轻腿轻手必杀，喜比利亚斯醉了啊，这绝对是醉银剑啊，还没死，还是有点悬，爆气。看看怎么爆气的意义是在哪儿？磨一下，前冲再挠，还剩就感觉大门还有机会。回身一刚，前，咱们看一下踢脚漂亮，胜负还未分。逻辑好了，再起飞，大门踢一脚就完事儿，挠一下飞，好了，大门死了，8比9。这场比赛听得大家伙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啊，真的是没谁了啊！说的我嗓子都冒烟了。来吧，看看现在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能不能打成 S 战的节奏啊？看看这一局华阳开场小皮鞭，然后拉开防守战线，前冲偷袭被掏，八神慢慢来。哎呦，这个站中腿打得很巧妙啊！忍一下，明显是想要抓，但是对方打点非常低，直接重攻击接踢杀，以报刚才这个八神非常嚣张之仇啊！左右往后拉，远距离腿半一下再找机会。好的，这明显是被骗 ，CD 一屌，皮鞭抽回来
CD 取消再踢，哎呀，这个明显给八神就是站重腿，落地一个抓一丝血踢杀打不可防御，这个你还是该控制，该控制时点控制啊！你不控制你还扯什么呀？来，这种情况下，好像我觉得小鸭难道要被打成 S 战吗？来看看前跳 CD。打住 ，AB 闪身反跑，这个刚才这种情况肯定是要能量闪身的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CD 一顶前跳落地抓，还剩下一个轻攻击接抓的血量，落地跳地，原地起跳地过来站 B 忍一下，前跳地再跟落地被撩空，前这要被抓了，但应该是摔不死，差一个轻攻击嘛啊。哎呦，这个前跳地龙二明显是有点。他有点像什么呢？前下轻腿站轻腿接踢杀，有点像这招。但是呢，由于他身材比较高大嘛，所以说大猪呢是一个跳重腿踢中了他的面门啊。两个大猪这一局，对吧？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谁赢算谁的啊！左右前 low 地过来，后拉一下，前，哎呀，这一下被落了，落扑这叫 AB 闪身后跳地这个空防。好的，腿瓣虚晃被扑。其实刚才腿瓣如果要是选择漂亮2点转球，腿瓣刚才如果要是输后前手的话，没准能防住那个扑地，防住那个扑地之后呢，然后再那就非常厉害了啊！这个腿瓣一下，哎呀，有点贪。他想站 B 接反扑，但是还算可以。最后的几秒钟，回身一刚，最后一点血，时间到了啊！快乐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仁慈的父，我已垂。来，咱们看，不争以父之名了啊！咱们现在就是大门的翻盘局，觉得小鸭一旦被打成 S 战，也是醉了啊！忍一下，前跳 CD 卡过来 ，CD 取消出转球，连续的转，大门就是一顿切防。好的，转过来，回身爆气。轻腿再转回身，前跳过来一个抓，大门明显是被抓懵逼的节奏啊 ！CD 再转球，轻攻击，远距离忍一下。好的，这个又是 CD 的一瞬间被大门抓住了蓝之山的机会。哎呦我去，8个阵没成被泼，最后一点血啊！前朝天脚，太难了啊！小翻盘这一局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对方你看3颗气满气啊。满血满气的猴子磨都得磨死你，我觉得现在猴子应该打得稍微猥琐点啊！开局爆气，来直扎，轻手，哎呀，轻手接必杀没接，被扔进角落里面也是很危险的啊！看一下 AB 闪身，重腿头上佛，朝天，哎，西比利亚斯空防，小鸭这一局完全凭借自己出色的发挥，让对方完全有点懵逼的节奏。拿过来再跟忍一下，再找。这一局真的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官赐福，百无禁忌的啊！左下斜扎直扎忍就是下重手一刚，大门没气了，原地起跳，再等忍一下后跳地，猴子的飞行轨迹很漂亮，踢一脚下轻手骗 CD 反击，直接天地反结束了。还是非常可惜啊！应该说在片尾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局啊，这个华阳都是有机会获胜的。不管是心理素质的问题还是怎么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就没办法啊，这个人就是这种情况啊。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技术啊，应该也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也算是跟我的意思，他也应该有一线顶了啊。当然呢，猴子这个人物发挥的不稳定是很正常的。你像刚才倒数第2局那一个非常强势的翻盘，也让大家伙也是看醉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任何人物都有他本来的优势，除非是像真物这种果朗的人啊。当然，今天的视频也是暂时解说到这里就结束。那么大家伙听小狼解说呢啊，听到这儿呢，估计也是这个对吧？也是觉得这个小狼怎么这么有才呢？上辈是不是裁缝啊？当然不扯了啊！这视频呢还会继续解说，很可能最近呢会1天1更。大家伙如果能支持小狼的话，就希望大家伙能够订阅小狼的视频，同时呢能够帮小伙伴们啊，帮小狼宣传一下。在此呢，小狼也是给大家伙跪了啊，也是给大家伙这个说一声感谢。那么今天的视频暂时到这里就结束，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咱们下期再见。